曾经的我心比天高，嫌弃相亲对象这不好那不好。如今35岁了，现在连个介绍的人都没有了。我现在是真的慌了。现在的我房车彩礼都不要，甚至愿意倒贴3金5金婚宴酒席、婚纱照，通通可以不要。可即便如此，依然无人问津。男生啊，40岁之前没有姑娘喜欢，不要怕。等你过了40岁，会有20多岁的小姑娘排着队追你。所以男生40一朵花，你们的人生从40岁才真正开始。等你40的时候啊，有经历，有稳重，有财力，有内涵，有车，有房，有存款，在18到80岁的女人眼中啊，那都是香饽饽，真的不用怕。当下中国单身人群已经超过2亿，中国男性数量又比女性数量多了3000万。按说，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，中国女性应该根本不愁嫁才对。然而呢，在当今的相亲市场上，女性数量似乎远超男性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看一看上海的相亲市场。某知名婚恋网站曾经发布2024年度部分城市相亲市场男女比例的调研。调研的城市多为省会及1、2线的大城市，相亲人的年龄在25岁到40岁之间。数据显示，多个大城市相亲市场男女比例超过1比20，其中成都更是高达1比43，厦门市1比33，而上海市1比30。现在上海真的是女追男的时代，单身女生比男生多太多，条件好男生早就被抢光了。就算一个男生30多岁甚至离过婚，只要有房有车，条件还算过得去，照样抢手的很。但女生一旦过了30岁啊，哪怕长得再好看，也特别容易被挑剔。这样的现实啊，是不是有点扎心？但这就是事实，你们认同吗？我今年33岁，硕士学历，优质大龄剩女。本来是不愁找对象，但是相亲的时候才发现，别人看的是年龄，看的是身体健康。33岁认识，起码35岁生孩子，相当于大龄产妇。之前有人说给我介绍个94年的小伙，对方觉得年龄不太合适，就拒绝了。上周有人给我介绍了个40岁的，就简单聊了一下个人条件，对方就不回复了。我觉得自己好没用呀。今天星期六就一直躺在出租屋发呆，也不知道干些什么。我以前的时候很喜欢出去社交，但是现在根本就不想动。我现在37岁了，从我第一次去相亲到现在也有7、8年的时间了。就这些年的经验啊，我告诉姐妹们一个扎心的事实啊，就是我上30岁以后相的亲，从来就没有遇过一个正常的男人。你就别说那些优质男人，就连一个正常的都碰不上。就算偶尔能遇到一个半个，人家也看不上我。就是我30岁以前还能遇到会有正常的，但是我当时没有珍惜。现在肠子都悔青了。就是如果你们去相亲的话，一定要记得，遇到一个男的，只要他是正常的就可以嫁了。要不然过了30岁之后，你会发现连个正常都遇不上了。正常就是相亲的最高标准。现在上海单身女子的人数已经突破100万了，其中40万还是40岁以上的大龄女。这位博主是个红娘，她提醒上海单身女婚恋市场很残酷，要适当放宽择偶条件。那呢，我做红娘这么久的经验来看，部分的女生大概率需要孤独终老咯，因为她们呀都符合以下几个特点。一呢，就是上海人收入高，但是月光买不起房，是不是？眼睛开阔，接触过不少优秀的成功男士，生活品质相对高，婚姻呢宁缺毋滥。那这类女性呢，显然很难找到另一半了，因为她们看得上的优秀的成功男士呢，是不会说找一个40多岁的女人的。但是如果说是家庭条件好的男生啊，父母也不会同意说自己家的小孩去找一个40多岁的女人，对不对？虽然这一类的女生呢，一直抱着说宁缺毋滥的态度啊，想遇到自己的一个真命天子，但是婚恋市场就是这么的现实和残酷哦。像是我这里的一个优质男生，他其实对另一半都是会有年龄的要求的，所以我说这一类女生醒醒吧。那么为什么上海单身女性数量远超男性呢？不只是在上海，中国其他1线城市单身比例一般都是女多男少。到底为什么呢？这博主是在上海从事婚恋工作的，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。
第一个原因，很多男生被房价劝退，而女生呢为事业留下。你看在上海哈，房价动辄10几万一平，很多男生打拼到30多岁，年薪也没什么大的突破，他可能就回老家发展了。但是很多女生想法不是这样，就是上海的工作机会确实多，尤其是服务业，哪怕我暂时买不起房，我也可以做高管创业拿户口，那个时候再买房也行。女生她们没有短期买房的这个急迫压力。第二个原因哈，尤其在上海，职场越成功的女性，她的择偶这个池子反而越小。比方说一个女生30岁做到中高层了，年薪大几十个小100个，那身边同样优秀的男生，他办公室里的同事要么是已婚，要么呢就是一定要想找一个年轻漂亮的，除非你20多岁的时候就锁定了一个潜力股，或者你的颜值保养的不错，不然越到后面真的可能择偶的难度直接升级一个维度。第三个原因哈，就上海有一些那种女生扎堆的行业，其实他们是根本接触不到单身男人。为什么很多大龄女一直相亲却一直都嫁不出去？这博主是位红娘，她觉得有些大龄女真的是让人无语。她曾遇到过这样一个女生，31岁，硕士学历，在事业单位工作，身高在1.60米左右，年薪10万上下。她自己非常着急，因为她自己周边条件好的男生要么结婚了，要么已经有了对象。他找对象上来就说，老师我不要彩礼啊，我只看人，说自己要求不高，只要合得来就行。咱们这一听，人家确实要求不高呀，哎呀，那就给你介绍个门当户对条件差不多的吧。先是给他说了几个啊，91年的事业单位硕士，年薪在10万左右，父母还都是医生，这条件绝对算可以吧。他一看资料不见，觉得男方你这么大的年龄还没结婚，那不是性格不好就是身体有毛病啊。你跟他解释了呀，人家只是工作了几年又考的硕士，那上学耽误了，他不听，觉得呀不是这么回事儿。好吧，咱也不强求，那毕竟相亲你得两情相悦吧。嫌年龄大，咱就给你找个年轻的，93年的也是硕士军校老师啊，这个去见了，回来之后那态度呢是不主动不拒绝啊，男方倒是有意啊，主动嘘寒问暖，问他愿不愿意。他支支吾吾的呀，觉得男方家庭条件太差了，农村的呀，父母还没有社保，而且还有个妹妹，不想认识了。那一瞬间啊，你都不知道要说啥了。行，那就再给你换一个尽量满足你的，又介绍一个银行工作的男士，父母都是国企有退休的，比他小了1岁啊。他去见了，觉得男方是啥？哎呀，娘娘们的啊，没有男人气质。最后给我气的啊！你说你要这么找对象的话，即便你倒贴彩礼，你也很难找到合适的。现在这00后一杀进相亲市场，可把大龄剩女给搞得坐不住了。我表妹03年的，年后她也开始相亲了。然后我就问她彩礼你打算要多少？她说我姨就让她走个过场，3、5万就行。然后呢，我问她车房，她还笑话我说这年头谁买房啊？花个100、200万，掏空6个钱包，买一个水泥盒子，然后绑定自己一辈子当牛马，这个我才不要呢。车也是消耗品，一年油费、保险费再加保养就得2万多，我就算天天打车我也用不了这么多钱。反正我听完是挺吃惊的，这要是放以前，没个1、20万的彩礼再加房和车，男生根本就不敢提结婚。但是啊，80、90后的这些女生的择偶门槛在00后面前全失效了。我妹还说，找一个大叔可比找那小黄毛靠谱多了，有社会阅历，情绪稳定，还会疼人。以前的男生啊，被没房没车就别想结婚的观念压得喘不过气儿来，真是没想到这个时候人家00后女生愿意站出来说，没房没车我也愿意嫁。这对男生来说不就跟中彩票一样的吗？这下可好，大家都倾向于选择00后的女生了。这位红娘在视频中表示，大龄女嫁不出去，没有一个是无辜的。她举个例子说，有个36岁的女生来找她，说想找对象。红娘问她有什么要求，她说也没有什么要求，只要是互相喜欢就可以了。我们来听听这位红娘的讲述。那我就问她，那没车没房的咱喜欢吗？女生思考了一下说，哎呀，我们这个年纪啊，我们这个年纪的话，如果还没有房车的话，那能力确实有点问题。那我又继续问她，那长得丑的1.7米以下的能喜欢吗？女生连忙摇头说，我不找帅哥，但是也不能是丑男嘛，起码要看得过去嘛，干净清爽噻。身高我觉得至少要1.75米以上嘛，我都要164呢。那我又接着问，我说那收入1万以下的咱能接受吗？女生回答1万呐，哎呀，那这个生活质量好低哦，以后我们还要生小孩，奶粉、尿不湿、学费、生活费、车贷、房贷、亲戚家的这种人情往来，父母年纪一大把了还要养老，这1万块钱哪儿够生活呀？我觉得起码也得2万吧。我就说，那技术工人、个体户、销售这种职业可以接受吧？那这种岗位别人好好干，1个月2万也是可以的，就是学历一般不高。女生听完又摇头拒绝。哎呦，这个出去好丢人哦，那我还不得被我闺蜜给笑死了，我等那么多年
结果最后找了个这种男的，我好歹嘛也是个坐办公室的嘛。红娘又问了一句，那离异带娃的可以吗？女生坚决反对，说要未婚，因为她都是未婚。最后红娘说，你看这不全是要求吗？你找不到对象就是你要求太高了。为什么说找老婆一定要找上海姑娘？上海女生到底好在哪儿？其实就是4点原因，我给你们分析一下。就首先，上海这个地方它结婚的观念跟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。上海姑娘结婚不要彩礼，而且基本都是独生女，结了婚父母还会补贴小家。那其他地方什么彩礼5、6万，多的10几20万、上百万都是有的，但是在上海没听说过谁家嫁女儿还要收彩礼。第二个，上海的父母呢普遍很有边界感，结了婚不会跟孩子住在一起，更不会插手你们小两口的生活。但是如果你们需要帮助了，比如说没空带孩子，那他们肯定会帮忙，有需要的时候再出现。第三个，上海的女生特别会家庭管理，懂得经营。婚前啊，可能大手大脚啊，吃很贵的餐厅啊，让你买包包买礼物啊，其实是在筛选对她真心实意的男生。但是婚后，上海女生非常精明，买房买车普遍考虑性价比，甚至给孩子报补习班都会对比好几家的那种，很会经营你们的小家。博主还说，如果要说上海女生有什么缺点，就是从小被宠到大，家务不怎么愿意做，所以基本上在上海做家务、买菜、做饭、洗衣服，这些都是男人在做。但是抛开这一点，上海女生绝对值得去。上海本地人不要彩礼，广州也一样。如果外地的女生想要嫁广州本地的男生，千万别提你老家那几十万彩礼了。那广州人他是很务实的。最近我发现有个男粉丝频繁在我评论区留言，我就问怎么又过来留言呢？你不是找到了吗？他说的确在评论区找到女朋友是做空姐的，那样子身材简直没话说，而且两人互加微信很谈得来，大概聊了半年，两人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那女生这个时候就开始疯狂暗示了，按照他江西那边的风俗习惯，礼金是28万，那他家里就只有他一个女儿，加上身边都是中产阶级，那礼金给的太少会很丢人，所以希望男生能够按照最高的礼金标准来，就是20万礼金，然后结婚的时候车队最好有30辆以上，其中最少有一半是豪车，至于酒席最少有60桌以上，当然了100桌是最好的，这样子才够气派。听完他的结婚要求，男生就选择连夜跑路了。其实我很理解这位男生，因为广州人他是很务实的，他实在是不喜欢这样很虚无的形式的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